前世你点高香敬神明，而如今在这方世界你却成为了唯一神明。可你却一点也不开心，因为你只是一处小山村供奉的野神。直到有人点了3支香在你面前跪拜，你才知道只要不断的积累香火值就能变强，甚至到最后还能成为真正的神明。此刻一声狰狞的狂笑在破败的山神庙里响起，老东西还在拜？你拜的这坨烂泥，除了会掉渣还能干什么？腥臭的狂风卷起地上的尘土，呛得所有人剧烈咳嗽。庙门口，一头体型壮硕如牛犊的猎狗妖，正用他那布满倒刺的舌头贪婪地舔舐着爪子上鲜红的血肉。那是宋家村的猎户宋老三的血肉。就在刚才，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被这头畜生一爪子掏出了心脏，当场撕碎。爹爹啊！被护在身后的半大少年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却被身旁的大人死死捂住了嘴，只能发出绝望的呜呜声。恐惧，无边的恐惧和绝望，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宋家村每一个人的心头。神像之下，几十个村民瑟瑟发抖，脸上满是死灰。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虔诚的信徒，可他们信奉的神只是一尊布满裂纹、神光早已暗淡的泥塑。他甚至连一个正式的神毫都没有，只是被大家称作山神老爷。嘿嘿嘿，看看你们这群可怜虫！猎狗妖嚼碎了嘴里的骨头，猩红的眼睛扫过每一个人，那种看圈里猪羊的眼神让所有人不寒而栗。求神！这世道神佛早就死绝了，你们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任何东西来救你们。求我们，说不定还能给你们一个痛快。在他身后，另外2头体型稍小的猎狗妖发出刺耳的附和，他们贪婪的口水顺着嘴角滴落，在地上砸出一个个恶臭的粘液坑。你的神魂就在那尊即将碎裂的泥塑神像里，感受着这一切。你的意识或者说神念充满了滔天的怒火。又是这样，又是这样。你记得，你清清楚楚的记得，前世你也是这般虔诚的信徒，3步一叩首，9步一上香，祈求神明庇佑，能让你病重的母亲好起来。可结果呢？你等来的不是神明，而是一群闯入庙宇的妖祟。那些妖祟当着神像的面，笑着剖开了你的胸膛，掏出了你温热的心脏，一边咀嚼一边嘲讽你是个被神佛抛弃的蠢货。在你生命最后一刻，你看到那满天神佛的金身，没有半点反应。那一刻你才明白，这世间神佛已死，仙魔绝迹，这是一个被妖魔邪祟统治的黑暗绝望的世界。纵活一世，你没有成为人，反而成了一尊即将消亡的野神，一尊连自己都庇护不了的废物。你能感觉到自己的神躯，这尊泥塑正在崩溃的边缘，神像内部的裂纹密密麻麻，触目惊心。你甚至连动一根手指的力量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信徒即将被妖魔屠戮殆尽。何其讽刺！不要吃我的孩子，求求你，妖王大人，吃我吧，我的肉多。一个妇人跪在地上，疯狂磕头，额头早已血肉模糊。哈哈哈，你这老女人的肉又酸又臭，哪有小崽子的鲜嫩？带头的猎狗妖发出一声狂笑，迈开步子，径直朝着那对母子走去。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了所有人，完了，彻底完了。就在这最深沉的绝望之中，一直跪在最前方的村长，一个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的老人，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了半截残香，那是庙里最后的半截香。因为太过贫穷，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供奉过像样的香火了。山神老爷啊！老村长浑浊的双眼流下2行血泪，他用尽全身力气，将那半截残香重重地插进了冰冷的香炉里。他没有火石，便用最原始的方式划破指尖，挤出鲜血，滴在香头之上。吃！一缕微弱的火星亮起，随后一缕细若游丝的青烟袅袅升起。宋家村第9代村长宋万年气血叩问山神：若神明有灵，求您睁眼看一看，您最卑微的子民，若宋家村今日注定灭绝，此半寸残香便是我等最后的祭品。咚！老村长将额头重重地磕在冰冷的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浸染了神台前的土地。也就在这一刻，在那青烟触及神像的瞬间，你的脑海中轰然震荡。叮！检测到濒死信徒的气血祭祀，检测到最后一缕虔诚香火，香火正道系统正式激活，当前香火值1点，新手任务发布，庇护您的信徒，斩杀入侵庙宇的妖祟。任务奖励：降妖神雷1道，神道功法神魂不灭经入门篇。轰！无法形容的伟力从你的神魂深处爆发，原本即将熄灭的神魂之火轰然暴涨，你那被禁锢在泥塑中的意识刹那间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外界，那头猎狗妖已经走到了那对母子面前，巨大的爪子高高扬起，脸上带着戏谑残忍的笑容。小崽子，下辈子记得别信神了。利爪带起恶风，眼看就要落下，妇人发出了绝望的尖叫。老村长闭上了等死的眼睛。就在这时，咔嚓一声清脆的开裂声在庙宇中骤然响起，这细微的声响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猎狗妖的动作一顿，疑惑地回头，只见那尊一直毫无动静、布满裂纹的泥塑神像眉心处一道裂纹骤然扩大，紧接着是第2道、第3道，咔嚓咔嚓咔嚓，密密麻麻的裂纹蔓延至神像全身，眼看就要彻底碎裂。呵，吓老子一跳！猎狗妖不屑地嗤笑一声，还以为显灵了，原来是要自己碎了。废物终究是废物。他转过头，爪子再次挥下，但就在这一瞬，一道威严的宏大声音从天而降，在所有生灵的脑海中震荡。孽畜，当诛！轰隆，天空刹那间阴云密布，一道粗壮的紫金雷霆撕裂了庙宇的屋顶，无视空间的距离瞬息而至。不，这是天！猎狗妖头领那猩红的瞳孔中第一次露出了惊骇欲绝的神色，他连最后一个雷字都没能说出口，紫金神雷直接轰击在了他的天灵盖上，没有惨叫，没有挣扎，甚至没有任何抵抗。在神雷那煌煌天威之下，这头不可一世的猎狗妖王连同他那坚于钢铁的妖躯被瞬间蒸发、分解、湮灭，最终只留下了一蓬弥漫在空气中的血雾。微风吹过，血雾散去，原地只剩下一个焦黑的人形大坑，还冒着缕缕青烟。整个世界死一般的寂静，剩下2只猎狗妖脸上的狞笑定格，爪子还保持着前扑的姿态，身体却陡如筛糠。所有村民，包括老村长在内，皆呆立当场，大脑一片空白。他们缓缓的、僵硬的抬起头，看向那尊神像，只见那密布裂纹的泥塑头颅上，那双紧闭了不知多少岁月的眼眸，不知何时已经悄然睁开。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淡漠、威严，仿佛蕴含着日月星辰，俯瞰着世间沧海桑田。在与那双眼睛对视的刹那，所有幸存的村民连
灵魂都在站立。神明睁眼了，妖王死了，一道雷就没了，剩下的2头猎狗妖看着地面上那个冒着黑烟的深坑，腰胆都快被吓破了。他们的大哥那可是修行了近100年的妖兽，一身铜皮铁骨，寻常刀剑连他的皮都砍不破，可如今就在他们眼前被一道从天而降的雷给活生生劈成了虚无，这他妈是什么情况？2头猎狗妖同时反应过来，黄褐色的骚臭液体顺着他们的大腿内侧流淌下来，湿了一地，吓尿了。他们再也顾不上去想什么吃人，也顾不上去想那尊诡异的神像，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逃得越远越好，分开跑。其中一头猎狗妖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猛地转身，四肢发力，化作一道黑影就朝庙门外窜去，另一头也毫不犹豫朝着相反方向的破窗户撞了过去。然而他们想跑，也要问过你同不同意。本座面前，尔等还想走脱？那道宏大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不再是单纯的4个字，而是带着一股掌控一切的无上神威。你的神念在激活系统吸收了那一点初始香火之后，已经暴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你心念一动，神念化剑，嗡，空气中发出一声轻微的剑鸣，2道由神念凝聚而成的肉眼不可见的无形之剑破空而出。那头冲向庙门的猎狗妖刚跑出不到5米，后心发凉，无可匹敌的锋锐之力贯穿了他的心脏。他的身体猛地一僵，前冲的势头戛然而止，低头看去，胸口没有任何伤痕，但他体内的生机却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流逝。扑通，他巨大的身体重重栽倒在地，抽搐了2下，便再也没了声息。另一边，那头撞向窗户的猎狗妖下场同样凄惨，他刚刚跃起在半空中，无形之剑便从他的眉心一穿而过，直接绞碎了他的妖魂。他的身体在空中停滞了一瞬，随即瘫软摔在地上，彻底毙命，干净利落，杀伐果断。从神雷降世到神念化剑，整个过程不过电光石火之间，3头让整个宋家村陷入绝望的妖祟就这么被轻描淡写的全部抹杀。庙宇内外再次陷入了绝对的寂静，村民们看着3具妖兽的尸体，又看了看那尊睁开双眼的神像，一个个都还处在巨大的震撼中，没有回过神来。是山神老爷救了我们，真的是山神老爷显灵了。就在这时，你的声音响起，声音中的杀意退去，多了平和与悲悯。尔等受苦了。话音落下，一股无形的波动从神像中扩散开来，天空之上原本因神雷而汇聚的乌云并未散去，反而开始缓缓降下点点晶莹的光雨。那不是普通的雨水，而是你消耗刚刚获得的香火之力降下的灵雨。灵雨淅淅沥沥的落下，穿过破败的屋顶，洒在每一个村民的身上。我的伤！一个胳膊被猎狗妖抓伤的汉子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伤口，只见那深可见骨的伤痕在接触到灵雨时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血肉重生，短短几个呼吸间便恢复如初，连一道疤痕都没有留下。我的腿也不疼了，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气。惊呼声此起彼伏，那些在之前的混乱中受伤的村民伤势都在淋雨的滋润下迅速痊愈，而那些没有受伤的村民也感觉自己常年劳作留下的暗疾和疲惫一扫而空，整个人年轻了10几岁。神迹，这绝对是神迹啊！如果说刚才的天雷秒杀妖王带给他们的是震撼与敬畏，那么此刻的灵雨治愈带给他们就是无尽的狂热与感恩。山神老爷，是山神老爷显灵了，神明没有抛弃我们，我们的神明活过来了。扑通，老村长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再次重重的跪下，这一次不再是绝望的气血叩拜，而是激动到语无伦次的感恩，感谢山神老爷救命之恩，感谢山神老爷降下神迹，宋家村上下愿生生世世为您供奉香火，永不断绝。随着老村长一声高呼，所有的村民都如梦初醒，齐刷刷的跪倒了一大片，脸上挂着劫后余生的泪水，对着你的神像疯狂磕头，狂热虔诚，发自内心的崇拜。一瞬间，你感觉自己的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如同刷屏一般疯狂响起。叮，信徒宋万年贡献了10点虔诚香火值。叮，信徒宋大牛贡献了8点虔诚香火值。叮，信徒张翠花贡献了9点。叮，您的神威使所有信徒的信仰等级提升，获得大量香火值。当前香火值287点，一股股精纯的香火之力化作金色的暖流，从4面8方汇聚而来，涌入你的神魂之中。你的神魂以一个恐怖的速度在壮大。叮，检测到宿主首次获得100点以上香火，新手任务超额完成，额外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神道功法、神道金身法、神道金身法，消耗香火值可重塑神躯金身，金身越强，神威越盛，所能承载的神力越多。来得好，你心中大喜。你现在最缺的就是一具能够承载你力量的神躯。这尊破烂的泥塑，刚才降下一道神雷就已经到了极限，若不是系统奖励的功法稳固了神魂，你恐怕已经魂飞魄散。系统消耗所有香火值，给我重塑金身。收到，消耗287点香火值，开始重塑神道金身。嗡，一股比刚才灵雨降临时还要璀璨100倍的金光猛地从神像体内爆发而出，咔嚓，砰，覆盖在神像表面的那一层破败泥塑在金光的照耀下寸寸碎裂，化作齑粉簌簌落下。在所有村民震撼到无以复加的注视下，一尊全新的神像于金光中缓缓显现。那是通体纯金的神像，神像的面容与你前世有7分相似，剑眉星目，面容冷峻，身披威武神甲，一手按剑，一手虚脱，双眸开合间有神光流转，威严无比，磅礴浩瀚，深不可测的无上神威从金身之上扩散开来，笼罩了整个庙宇。村民们在这股神威之下，连头都抬不起来，只能将身体扶得更低，发自灵魂深处的顶礼膜拜，感受着体内源源不断涌出的神力。你缓缓闭上眼睛，从今天起，你不再是那个任由妖魔宰割的凡人，你是宋家村的守护神，是这黑暗乱世中唯一一尊苏醒的真神。神迹降临后的几天，宋家村山神庙的香火前所未有的旺盛，10里8乡的村民听闻宋家村山神显灵，天雷灭妖，灵雨救人，纷纷赶来，将小小的山神庙围得水泄不通。你的金身前，香炉里的香火就没断过，缭绕的青烟浓密至极，笼罩着整座神庙，而你的香火值也在与日俱增，短短3天就再次突破了300大关。你察觉到自己的神魂和神力都在这精纯的香火滋养下稳步提升，你静静吸纳着这股力量。数日后，
后，宋家村以西30里便是黑风山，那是一座妖气冲天的山头，盘踞着数百妖兵，为首的黑风大王更是方圆100里内凶名赫赫的大妖。之前被你灭杀的3头猎狗妖，正是黑风大王麾下的一支巡山小队。此刻，黑风山聚义厅内气氛压抑的可怕，一个满脸横肉、身披黑色铁甲的熊妖头目正听着手下小妖的汇报。面庞越来越阴沉，你说什么？老三他们3个全死了。熊妖头目声音低沉，透出逼人的威压。是的，熊头领。那前来报信的小妖吓得浑身哆嗦，小的循着气味找过去，在山下一个叫宋家村的地方，发现了3位大人的尸体，还有一道非常恐怖的雷电气息。宋家村山神庙，熊妖头领豁然起身，他身高近丈，身形魁梧庞大，透出逼人凶力。哼，一个连香火都快断绝的野神，也敢杀我黑风山的人，简直是找死！小的们，熊妖头领发出一声咆哮。吼！大厅外，数十只形态各异的妖兽齐声应和，妖气滚滚，点齐50个兄弟，跟我走一趟。熊妖头目一把抄起身边比门板还宽的鬼头大刀，扛在肩上，狞笑道：老子今天就要去平了那座破庙，把那个狗屁山神的神像给砸了当夜壶。至于那个村子里的凡人，正好抓回来，给大王当下酒菜。吼！群妖咆哮着，跟着熊妖头领卷起漫天黑烟，浩浩荡荡的朝着宋家村的方向席卷而去。半个时辰后，宋家村村民们刚刚结束了一天的祭拜，正准备各自回家，突然一阵腥臭的妖风毫无征兆的刮了起来，随之大地开始轻微震颤，远方传来密集的奔腾声。怎么回事？这妖气好重的妖气！老村长宋万年面容大变，他拄着拐杖冲出庙门，朝着村口望去，只一眼，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就变得煞白。只见村外的山路上黑压压的一片，数十只奇形怪状的妖兽正迈着沉缓的步伐，气势汹汹地包围过来，为首的那个熊妖煞气冲天，隔着老远都能察觉出逼人的压迫感，是黑风山的妖兵。天呐，这么多妖怪，他们是来报仇的！村民们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几天前被猎狗妖支配的恐惧重现，然而这回没有一个人后退，快护庙，死也不能让这群畜生惊扰了山神老爷！老村长宋万年没有丝毫退缩，他红着眼睛挥舞着手里的旱烟袋，发出了一声嘶哑的暴喝：对，护庙，神明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哪怕拼光了最后一口气，也不能让妖怪玷污神像。曾经只会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村民们，当下不知从哪里涌起蛮横的勇气，青壮汉子们抄起锄头、草叉、生锈的柴刀，就连半大的孩子和老弱妇孺也捡起了地上的石头，人挤着人，用肉身死死堵在了神庙狭窄的门口。这是他们的神，是这绝望世道里唯一的光，谁敢动神，他们就敢玩命！哈哈哈！一群卑贱的两脚羊也敢挡老子的路，真是不知死活！熊妖头领带着数十头妖兽停在庙前，他像一座黑色的铁塔，粗壮的大腿一脚将村口那尊几百斤重的石磨盘踢得粉碎，狂妄的声音夹杂着腥风，震得前排村民耳膜生疼。他那一双如铜铃般泛着血光的眼珠子，轻蔑地扫过如临大敌的村民，最终透过了人群，直落在了庙内那尊金光灿灿的神像上。看到那重塑的金身，熊妖头领面露贪婪，随即发出了放肆的狂笑：哟，还真弄了个金身，装得挺像那么回事啊！熊妖头领一口浓痰吐在地上，用刀指着神像破口大骂：满天神佛早他妈被咱们妖族大圣当糖豆嚼碎了！这世上哪还有活着的神仙？你算哪门子山沟里蹦出来的野神？也敢管我黑风山的闲事？杀我黑风山的妖畜生，休得辱没山神老爷！跟他们拼了！宋大牛双眼血红，举着一柄钢叉，发出一声怒吼，带头就朝熊妖冲了过去，皮肤汗数。熊妖头领连刀都没用，只是不屑地冷哼一声，不善大的熊爪随意一挥，呼，狂暴腥臭的妖风平地卷起。啊！宋大牛等10几个冲在最前面的壮汉，连妖兽的边都没摸到，便被齐刷刷掀飞出去，重重砸在墙壁和泥地里，骨断筋折，狂吐鲜血，实力的差距极为悬殊。就这点能耐，给老子挠痒痒都不配！熊妖头领扭动了一下粗壮的脖颈，发出嘎嘣嘎嘣的鼓响，残忍的咧开大嘴。既然你们这群两脚羊这么急着找死，老子今天就先砸了这泥胎神像当夜壶，再把你们活剥了抽筋下酒。话音未落，熊妖头领已经一步迈出，他那庞大的身躯竟然极快，猛冲撞开了门口的村民，直接跨过了神庙的门槛，满地的伤员绝望的哭喊都无法阻止这头凶兽的步伐。他双手握紧了那柄比门板还宽的鬼头大刀，浑身妖气毫无保留的轰然爆发，黑色的妖气在刀刃上疯狂汇聚，化作一道长达数丈、散发着刺骨寒意与浓烈血腥味的黑色刀芒，以力劈华山之势，对准了你的全新金身，狠狠劈下。山神老爷、老村长和村民们目眦欲裂，发出了绝望到极致的悲鸣。这一刀若是落下，别说是一尊神像，就连这座本就不算结实的庙宇，甚至连带神台下的地基，都要被当场劈成2半。黑风山的妖兵们已经发出了震天响的欢呼，他们甚至提前亮出了獠牙，准备冲进人群中享受这顿丰盛的血肉大餐。众妖已准备好迎接杀戮，然而就在那毁天灭地的黑色刀芒距离你金身头顶仅剩最后半寸的这1/1000秒，嗡！整个神庙内外的空间突然产生了一阵剧烈的震荡，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声轻微的波动。熊妖头领那狂妄狰狞的笑容刹那间凝滞在脸上，他双眼圆睁，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无法理解的惊恐。他惊骇欲绝地发现自己倾尽全力足以劈开小山丘的重击，竟然被一道无形的屏障生生阻挡，锋刃停在金身头顶半寸之处，再也无法寸进分毫。不管他如何疯狂地催动妖力，不管他把牙齿咬得咔咔作响，那把巨刃就定在半空中。紧接着，那尊在他口中只是泥胎的金身神像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刹那间比天威还要恐怖100倍。凌驾于
苍生万物之上的无上神威猛然从金身之上冲天而起，锁定了在场的每一只妖祟，一句不带任何情绪的宣告在虚空中回荡。区区黑风山的一头熊瞎子也敢在本座面前亮刀。话音落下，熊妖头领眼前的景象变了，他劈下的鬼头大刀连同他自己都被定格在了半空中，周遭的空间被一股无形巨力彻底封死。他拼命挣扎，身躯却纹丝不动。熊妖头领喉咙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嘶吼，他那双血红的眼珠疯狂转动，他试图催动妖力，体内的妖气却停滞运转。他想后退，但身体各处却被无形重压钳制。跪下！你的声音再次响起，淡漠却充满了不容抗拒的威严。轰隆，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神明巨脚从9天之上猛然踏下，以金身神像为中心，威压席卷庙宇内外。咔嚓咔嚓咔嚓，密集的骨裂声接连响起。庙门外那几十只准备冲进来的妖兵收起狞笑，下一秒，他们全都发出了凄厉到不似兽吼的惨叫。他们的膝盖、他们的腿骨、他们的脊椎，在接触到那股神威的刹那，便被硬生生压得寸寸断裂。扑通扑通扑通，没有一只妖兽能够站着，他们的身体扭曲成诡异的姿态，被迫朝神像的方向跪伏在地。猩红的鲜血从他们断裂的骨头处渗出，染红了身下的土地。就连那头不可一世的熊妖头领，也被这股力量从半空中硬生生压了下来。他那庞大的身躯重重砸在地面，坚硬的青石地砖四分五裂，他的膝盖骨直接粉碎。他仰天咆哮，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乃黑风山大王麾下先锋，你敢动我，大王绝不会放过你。事到如今，他还想用黑风大王的名头来威吓。村民们呆呆地看着这一幕，看着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妖兽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他们抬头看向那尊金身神像，这就是神明的力量吗？仅仅是一句话，就让群妖俯首？你根本没有理会熊妖头领的威胁。如我金身伤我性命，罪无可赦。你的声音在熊妖头领的脑海中响起，本座判你受炼火之刑，直至神形俱灭。话音刚落，一簇小小的金色的火苗突兀地在熊妖头领的胸膛上燃起。这是什么啊？熊妖头领一开始还不以为意，但下一刻他的咆哮就变成了撕心裂肺的惨嚎。那金色的火焰无视了熊妖坚韧的皮毛，直接灼烧他的躯体。熊妖浑身痉挛，不，饶命！神仙爷爷饶命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熊妖头领疯狂地扭动着身体，想在地上打滚扑灭那火焰，可他被神威压制，只能跪在那里承受。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金色火焰从一簇小火苗迅速蔓延至他的全身。他的妖力、他的血肉、他的骨骼，都在这神火之中被一点一点的缓慢而彻底的焚烧、分解，化作最精纯的青烟。那青烟袅袅升起，没有消散，反而被吸入了你的精身之中。丁，斩杀100年熊妖，获得香火值35点。在所有幸存妖兵惊恐欲绝的注视下，他们强大无比的熊头领就在那无声的金色火焰中被活生生烧了足足1炷香的时间，最后连一根毛发都没有剩下，只在原地留下了一滩人形的黑色灰烬。至于你们，你的神念扫过剩下的妖兵，这些小妖早已吓得肝胆俱裂，屎尿齐流，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你也懒得再跟他们废话，一个字，嗡！数十道无形的神念之刃凭空出现，刺入每一头妖兵的眉心。噗噗噗！所有妖兵的身体一颤，眼中的生机消散，随即倒了下去。再无声息。丁，斩杀妖兵52名，获得香火值178点。丁，您的神威彻底震慑信徒，信仰等级大幅提升。丁，信徒宋万年贡献了15点虔诚香火值。丁，信徒宋大牛贡献了12点，当前香火值512点。海量的香火之力涌入体内，滋养着你的神魂。丁，检测到宿主香火值首次突破500大关，新手阶段结束，系统升级，恭喜宿主获得神道至宝一阶神域。一阶神域以神像为中心，笼罩方圆100米范围，在神域之内，宿主拥有掌控权，言出法随，万法不侵。恭喜宿主获得神道丹药洗髓神丹3枚。洗髓神丹可为凡人洗精法髓，驱除百病，延年益寿，根骨强者服用，可开启修炼之门。神域，这才是神明真正的根基。你面露喜色，100米范围之内接受你掌控。你的神念扫过下方，看着那些劫后余生正准备对你再次叩拜的村民，你看到了那个被熊妖一爪拍得口吐鲜血，正挣扎着要跪下的宋大牛，你看到了那个颤颤巍巍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身后孩童的老村长宋万年。你抬起手，一枚散发着莹莹宝光、丹香四溢的神丹凭空出现在神像的手中。你看向那位用半寸残香为你换来新生机的老村长身上，宋万年，你当为首功。随着威严的声音，那枚洗髓神丹化作一道流光，径直飞向了老村长宋万年的口中。洗髓神丹入口即化，化作一股磅礴温润的暖流，瞬间冲刷过宋万年的四肢百骸。老村长只觉得一股难以言喻的舒畅感传遍全身，他那因为常年劳作而佝偻的脊背，在众目睽睽之下，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挺直。他满头的白发由小半迅速转黑，脸上深刻的皱纹也淡化了许多。浑浊的老眼变得清澈明亮，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竟仿佛年轻了20岁，重新变成了一个精神矍铄的硬朗老者。我的身体，我的腰全好了。宋万年活动了一下身子，只觉得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力气，比壮年时还要强健。神丹，这是山神老爷赐下的仙丹啊！村长返老还童啊！所有村民都看傻了眼，随即爆发出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狂热的欢呼。神明不但能降雷灭妖，还能赐下仙丹，让人返老还童，这是何等伟大的神通！你没有停下，另外2枚洗髓神丹也飞了出去，一枚给了那个第一个举起钢叉冲向熊妖悍不畏死的宋大牛，另一枚则给了那个在猎狗妖爪下宁死也要护住孩子的年轻母亲。得到神丹的2人身上的伤势瞬间痊愈，体质更是脱胎换骨，气力大增。这一手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彻底将所有村民的心都牢牢收服。他们看向你的眼神再无一丝一毫的杂念，只剩下最纯粹最狂热的信仰。接下来的日子，宋家村山神显灵，降下神罚灭杀黑风山妖兵，又赐下仙丹让老者返老还童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方圆数十里。特别是距离宋家村最近的青石镇，镇上的百姓们一开始还不信，可当他们派人前来亲眼看到庙外那数十具妖兽的尸
尸体，以及那个仿佛年轻了20岁的宋万年时，所有人都被震撼。这个世道妖魔横行，邪祟遍地，百姓们活得朝不保夕。现在突然听说有了一位愿意庇护凡人且神威浩荡的真神，那还得了？一时间，从青石镇赶来上香的百姓络绎不绝，车马喧嚣，几乎踏平了山神庙的门槛。你的神庙从原本的门可罗雀，瞬间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香火圣地。你的香火值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飙升。丁，收到来自青石镇王铁匠的5点香火值。丁，收到来自青石镇李秀才的8点香火值。丁，当前香火值1988点，短短数日就暴涨了1000多点，这让你的神魂之力愈发凝实，精神也更加璀璨。然而，青石镇的香火并非无主之物，在镇东的一座阴森道观内，一个面容枯槁、鹰钩鼻、身穿黑袍的老道士正阴沉着脸听着座下弟子的汇报。他便是这青石镇的土皇帝枯木道人。此人并非什么正道修士，而是一个靠着些旁门左道的邪术，专门抓捕活人，特别是童男童女来炼制血元丹增进修为的邪修。青石镇的百姓为他如每月都要供奉活人给他，才能换来一时的安宁。师傅，现在镇子里的人都跑去西边那个什么狗屁山神庙上香了，这个月我们一个药材都没收到。一个尖嘴猴腮的弟子哭丧着脸报告。啪！枯木道人一巴掌将那弟子抽翻在地，脸上浮现出暴虐的戾气。山神，哼，这世道哪来的神？他森然冷笑。满天神佛的金身早就被妖族大圣们敲碎了当零嘴，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山野精怪也敢跟本座抢香，断本座的道途。对他而言，那些来上香的百姓不仅仅是香火，更是他用来炼丹的药材储备。现在人都跑光了，他的血元丹还怎么炼？装神弄鬼的东西！枯木道人越想越怒，猛地站起身来，召集所有弟子，带上百会血，随我走一趟。他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东西在故弄玄虚。今天本座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用这最污秽的血泼了那所谓的神像，再把他砸个稀巴烂。一个连金身都护不住的玩意儿，也配叫神？枯木道人压根不信有什么真神苏醒，只当是某个不长眼的精怪占了座破庙，靠着点幻术骗人。他今天就要去戳穿这个骗局。当枯木道人带着10几个凶神恶煞的徒弟，浩浩荡荡来到宋家村时，山神庙前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数百名来自各村各镇的百姓正排着长队，一脸虔诚地等待着进庙上香。庙前的空地上，孩子们在互相追逐嬉戏，大人们则聚在一起，满脸喜色地讨论着山神老爷的种种神迹。整个村子都洋溢着一种劫后余生、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都给老子滚开！一声如同乌鸦般难听的暴喝打破了这祥和的气氛。枯木道人带着他那群徒弟，像一群闯入羊群的恶狼，粗暴地推开人群，径直朝着山神庙走去。什么人胆敢在山神庙前放肆？已经返老还童，如今担任庙主的宋万年，手持一根铁棍，立刻带人拦在了前面。哟，这不是宋家村的老不死吗？听说你被什么山神赐了仙丹，返老还童了？枯木道人认出了宋万年，脸上满是轻蔑和嫉妒。他用那种看死人的眼神打量着宋万年，阴恻恻地开口：本座劝你识相点，马上带着这群蠢货滚开！今天本座是来拆庙的，你敢？宋万年双目圆瞪，浑身气血涌动，竟也有了几分威势。山神老爷庇护众生，神威如玉，你这妖道若是敢在此撒野，必遭天谴！天谴！哈哈哈！枯木道人仿佛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他和他身后的弟子们都狂笑起来。在这青石镇地界，我枯木就是天。他脸色一沉，不再废话，不知死活的老东西，既然你急着去见你的山神，本座就成全你。枯木道人袖袍一甩，一道黑气便从他的袖中飞出，化作一只狰狞的骷髅头，张开黑洞洞的大嘴，朝着宋万年当头咬下。这正是他的拿手写法，怨魂噬心。村长小心！村民们发出惊恐的尖叫。宋万年虽然得了神丹洗髓，体魄强健，但终究只是凡人之躯，哪里见过这等邪异的法术？他只能咬着牙，将铁棍横在胸前，准备硬抗。然而，就在那骷髅头即将咬中宋万年的瞬间，端坐于庙宇金身之上的你，心念微微一动，一阶神域开启。嗡，一股无形的波动以神像为中心，瞬间扩散至方圆100米。正在嬉闹的孩童，正在交谈的百姓，甚至连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在这一刹那，都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绝对的宁静之中。那只来势汹汹的黑色骷髅头，在冲入神域范围的刹那，就像被阳光照射的冰雪，连一声惨叫都没能发出，便嗤的一声，直接消融在了空气里，化作一缕青烟。什么？枯木道人脸上的狞笑僵住了，他能感觉到自己和那道怨魂的联系被一股无法理解的伟力瞬间彻底的抹除了，仿佛他从未存在过一样。装神弄鬼，给本座破！惊怒交加的枯木道人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瓦罐，猛地揭开盖子，一股腥臭到令人作呕的浓稠如墨的黑血从罐中喷涌而出，那是他用上百种毒物和死囚的怨血炼制而成的百会血，专破一切法身金身，污人道行，给本座死来！他狂笑着，将那道污秽的血剑对准了庙里的金身神像，狠狠泼了过去。这一泼若是泼屎了，寻常山精野怪的金身立刻就会灵性大失，沦为一堆废铜烂铁。然而那道承载着枯木道人所有恶意的血剑，在飞入神庙门口的一瞬间，便再次诡异地凭空消失了，就好像有一张看不见的嘴将他一口吞了下去，连一滴都没能落在地上。不可能！枯木道人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最强的2门手段，竟然连对方的边都没摸到，就这么被化解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就在他惊骇欲绝之时，以那淡漠而威严的声音，缓缓在神域内的每一个人耳边响起：在本座的神域之内，还敢动用此等污秽邪术，罪加一等！话音刚落，枯木道人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凭空出现，猛地攥住了他的脖子，将他整个人硬生生从地上提了起来。他的双脚离地，在半空中疯狂挣扎，双手死死地抠着自己的脖子，却只能抓到一团空气。他就像一条被无形绳索吊起来的狗了。神明饶命！窒息感与恐惧感彻底摧毁了枯木道人的心房。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招惹的根本不是什么山精野怪，而是一尊他完全无法想象的真正的神明。你没有给他继续求饶的机会，废你道行，贬为凡人，日夜受那万已是心之苦，已赎尔罪。
神颜如纸，轰隆！一道纤细的金色雷霆，毫无征兆的在枯木道人的丹田处炸响。啊！枯木道人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叫，他能清晰的感觉到自己苦修了数十年的修为，在那道金色雷霆之下，如同决堤的洪水般疯狂外泄。他的丹田被经脉寸断，那股无形的力量松开了他，他像一滩烂泥一样摔在地上，浑身抽搐，面容在瞬间衰老了几十岁，变成了一个真正皮包骨头的枯槁老头。而他带来的那些徒弟早已吓得瘫软在地，裤裆里一片湿热。你的神念冷冷地扫过他们，回去告诉青石镇的所有人，从今往后，此地归本座庇护。你的宣告落在枯木道人众徒弟耳中，令他们面如死灰。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内在青石镇作威作福的师傅瘫在地上不住的抽搐，口中溢出白沫，身上散发出阵阵恶臭，修为被废，道基被毁，这比直接杀了他还要残忍。你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是对着那些早已吓得屁滚尿流的邪修弟子。那10几个弟子连滚带爬的站起来，搀扶起瘫软的枯木道人，甚至不敢回头再看那尊神像一眼，仓皇向村外逃去。村民们自动分开一条道路，看着这群往日里凶神恶煞的家伙狼狈逃窜。然而就在枯木道人被拖到神域边缘时，他涣散的双目忽然迸发出怨毒与疯狂。你敢废我修为，你死定了！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发出了嘶哑的诅咒。我师叔乃是万安县的黑灵大统领，是真正的千年大妖，你毁了我，就是断了大统领的血石供奉，他绝不会放过你的，他会亲率大军踏平你的破庙，将你的信徒全部吞噬！哈哈哈！疯狂的笑声戛然而止，一股无形的力量再次将他从他徒弟的手中拽了回来，悬停在半空之中。那群弟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了。庙宇之内，你的金身神像瞥向这个不知死活的凡人。万安县黑灵大统领，正好省得自己再去探查。既然你这么想让他来，本座便亲自去看看。至于你，贡献出你最后的价值吧。你的声音不带丝毫波澜。搜魂！话音落下，枯木道人那衰老干瘪的身体骤然绷直。啊！一声比刚才被废修为时还要凄厉100倍的惨嚎从他的喉咙深处爆发出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枯木道人的双眼暴突，七窍之中缓缓渗出黑色的血液。他的身体开始剧烈的、毫无规律的抽搐，四肢以一种诡异的幅度折叠着。这便是神道秘法，搜魂炼魄，比凡间任何酷刑都要残忍万倍。它直接作用于神魂本源，将一个生灵从诞生之初到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的记忆都强行剥离出来。那种痛苦足以让神仙都为之疯狂。不要！杀了我！求求你杀了我！枯木道人凄厉的哀嚎着，他神志不清的哀嚎着，眼泪鼻涕混杂着黑血流了满脸。你对他的哀求充耳不闻，庞大的信息流化作一幅幅清晰的画面，涌入你的神魂之中。枯木道人从失忆道统偶然得到邪法传承，开始炼制血元丹害人。青石镇百姓多年来受其压榨，无数家庭家破人亡。记忆深处的画面进一步展开，画面一转，是一座远比青石镇庞大繁华的县城——万安县。县城之中妖气冲天，但百姓们却毫无察觉，依旧麻木的生活着。县衙的最高处盘踞着一条身躯粗壮、通体覆盖着森然黑鳞的蟒妖，那蟒妖头生独角，正在吞吐着从城中升腾起的一缕缕怨气与死气，而他的身旁赫然摆放着一枚枚由童男童女心脏炼制而成的血色丹药。这便是枯木道人的后台，万安县妖族统领黑鳞蟒妖。你的神念继续深入，从枯木道人记忆的更深处，你窥探到了这个世界的部分真相。数百年前的神魔大战导致天道崩坏，神佛陨落，人间与妖魔界的壁垒破碎。曾经高高在上的神明，今生被妖族大圣敲碎，神国被摧毁，残存的神魂也陷入了沉睡或消亡，而妖魔则趁机大举入侵人间，将凡人圈养起来，肆意掠夺他们身上产生的信仰、气运，甚至是怨气与恐惧，以此来壮大自身。黑鳞大蟒便是当年入侵妖魔大军中的头目，占据县城，自封为王，将10万百姓视作私有财产。原来如此，神佛寂灭，妖魔当道吗？你缓缓消化着这些信息，这乱世正是最好的舞台。神明既然已经不在，从今日起，你便是这世间唯一的神，你的价值尽了。随着你的宣告，枯木道人撕心裂肺的惨嚎戛然而止，他那被榨干了所有记忆的躯体，在半空中寸寸成灰，最后连同灵魂一起被金色的神火焚烧殆尽。丁，搜魂灭杀100年邪修，获得香火值88点。你的神念最后落在了那群瘫软的邪修弟子身上，你们的罪，本座暂且记下，滚回青石镇，将此地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镇上所有人。明日此时，本座要看到青石镇的万家生佛。枯木道人的10几个弟子连滚带爬的回到了青石镇。当他们将山神庙前发生的一切用带着哭腔和极度恐惧的语调描述出来时，整个青石镇顿时喧闹起来。那个压在所有人头上作威作福，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枯木道人，竟然就这么被山神老爷轻而易举的给活活炼化，连骨灰都没剩下。镇民们先是震惊，随即是难以置信，最后是压抑了数年之久的狂喜与希望。苍天有眼啊，那老魔头终于死了。是山神老爷，是宋家村的山神老爷为我们除了大害啊！快去山神庙，我们要去给山神老爷磕头。然而，更多人的脸上却带着深深的忧虑和恐惧。可是道观里还关着我们家的孩子啊！枯木道人纵然已死，但他那些徒子徒孙还在。一个汉子双眼通红，他7岁的儿子昨天刚被抓走，准备当下一炉丹药的药引。此话一出，刚刚燃起的喜悦气氛随之消散。是啊，枯木道人死了，可他留下的那个魔窟还在。就在镇民们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之际，位于镇东的那座阴森道观毫无征兆的剧烈震动了一下，轰隆！一股金色的神光破开天空的云层，自西边
边天际爆射而来，不偏不倚地降临在道观的上空。金光之中，一尊高达数丈，与宋家村神庙内一模一样的巍峨神像虚影缓缓浮现。那神像面容冷峻，身披神甲，一手按剑，俯瞰着下方这座罪恶的巢穴。一股浩瀚磅礴的神威瞬间笼罩了整个青石镇。是山神老爷，山神老爷显灵了！镇上的百姓们无论正在做什么，全都齐刷刷地朝着那尊神像虚影跪了下去，神情激动而虔诚。道观之内，剩下的那些邪修弟子正乱作一团，有的想卷走财物跑路，有的则丧心病狂地准备杀掉那些孩童泄愤。可当那神威降临的刹那，所有邪修都感觉自己被无形的力量压制，动弹不得，满是和他们师父如出一辙的极致惊恐。你的神念化身根本没有理会这些杂语，你的视线穿透了层层电雨，直接落在了道观最深处那座还在燃烧着熊熊烈火、散发着浓郁血腥气的巨大炼丹炉上。炉内隐约还能听到孩童微弱的哭泣声。孽障！一声蕴含着无尽怒火的呵斥在天地间炸响。那尊神像虚影缓缓抬起了按在剑柄上的右手，蒸一道璀璨到极致的金色剑光冲天而起。那剑光横贯长空，带着斩灭世间一切妖邪的无上锋芒，对着那座巨大的炼丹炉悍然劈下。在所有青石镇百姓震撼的注视中，那座由金铁铸成、坚不可摧的炼丹炉，在那道金色剑光之下变得脆弱不堪。轰！一声巨响，炼丹炉从中间被一分为二，轰然炸裂，炽热的火焰与污秽的血水四散飞溅，但都被一层无形的金色屏障挡住，未能伤及周围分毫。而那些被关在炉底暗格里、已经陷入昏迷的上百名童男童女，则被一股柔和的金光托起，缓缓的、平稳的落在了道观外的空地上。紧接着，神像虚影的视线才冷冷地扫向那些被禁锢住的邪修弟子，而等助纣为虐，罪不容诛。话音未落，数十道金色剑光凭空出现，密集落下，毫不偏差地穿过了每一个邪修的眉心。没有惨叫，没有挣扎，这些平日里以折磨他人为乐的邪修，在绝对的神威面前，连发出最后一声哀嚎的资格都没有，当即便被搅碎了魂魄，化作一滩滩烂肉。做完这一切，天空中那巨大的神像虚影才缓缓消散，只有一句威严浩荡的神谕回响在每一个青石镇百姓的耳边。自今日起，青石镇归本座庇护，寂静无声。短暂的寂静之后，是震耳欲聋的感恩与狂热。那些找回了自家孩子的父母，抱着失而复得的骨肉，朝着神像消失的方向哭着喊着，拼命的磕头，额头磕出了血都浑然不觉。感谢山神老爷救命之恩，我等愿为山神老爷立长生牌位，日夜供奉。整个青石镇数十里方圆，近万百姓此时尽数归心。你的神魂空间内，系统提示音已经汇聚成了金色的洪流。丁，信徒周大福贡献了20点狂热香火值。丁，信徒钱夫人贡献了25点狂热香火值。丁，您拯救了青石镇，神威显赫，收获海量香火，您的信仰覆盖范围大幅扩张。丁，香火值突破1万大关，系统2次升级，恭喜宿主获得神道仙兵斩妖诛邪剑一阶。斩妖诛邪剑由万名信仰与神道法则淬炼而成，对妖魔鬼怪拥有3倍克制伤害，可随宿主神力增强而进阶。恭喜宿主神魂之力大幅提升，神力修为突破至1阶神明后期，等同人族结丹初期修士。嗡！宋家村的山神庙内，你的金身神像剧烈一震，那原本虚脱的左手之上光芒流转，一柄古朴威严、剑身篆刻着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的金色长剑缓缓凝聚成型，长剑在手，你只觉得自身神力与整个天地都有了一种玄妙的联系。你能感觉到，只要自己心念一动，这柄剑便可于千里之外斩妖诛邪。万安县城主府深处，一间由森森白骨堆砌而成的巨大殿厅内，腥风阵阵，一条长达10数丈、水桶粗细的黑鳞巨蟒正盘踞在一座由无数人类头骨堆积而成的王座之上，他头顶的独角闪烁着幽幽的黑光，一双树瞳冰冷无情，俯瞰着下方跪伏的妖兵，正是这万安县的绝对主宰千年大妖黑鳞蟒妖。此刻大殿内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你说什么？黑鳞蟒妖口吐人言，声音嘶哑而阴沉，每一个字都带着刺骨的含义。青石镇的那条人宠死了，他炼制的血元丹没了，本座圈养了10年的近万头血石，现在全都去信奉一个什么狗屁山神了。跪在下方前来报信的一头狼妖，被这恐怖的威压吓得瑟瑟发抖，头都不敢抬。是的，大王，据说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山神显灵，先是杀了熊头领，又用法身降临青石镇，一剑斩了枯木道人的道观，就走了所有药材。山神黑鳞蟒妖那巨大的舌头缓缓低下，凑近了那头狼妖，杏子吞吐间带起一阵令人作呕的腥臭。呵呵，哈哈哈哈！他突然发出了刺耳的狂笑，笑声中充满了不屑与暴虐。这人间的天道都崩碎了数百年，满天神佛的骨头渣子都被大圣们嚼烂了当零嘴，这犄角旮旯里居然还能蹦出一个活着的神，简直是本座这1000年来听过最好笑的笑话。笑声一收，黑鳞蟒妖的树瞳中瞬间被无穷的杀意所填满。对他而言，死一个枯木道人，损失一些血元丹，根本无关紧要。他真正愤怒的是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衅。这万安县连同下辖的10几个乡镇都是他的领地，是他的牧场，这10万凡人都是他圈养的侏罗，是他修炼所需的血石。这些血石的信仰、恐惧、绝望都应该是属于他的，现在居然有一个不长眼的东西敢虎口夺食，染指他的私有财产。这无异于一个农夫发现自己辛辛苦苦种的庄稼一夜之间被邻居家的野猪给拱了。不知死活的野神黑鳞蟒妖发出一声暴怒的嘶吼，庞大的身躯搅动风云，整个大殿都在剧烈晃动。传本座
做命令，召集所有妖兵，集结黑风山、落魂剑、白骨洞3部妖众。他那冰冷的树筒扫向殿外，声音传遍了整个城主府。本座要亲自去看看，是哪个山沟里的泥胎成了精，敢抢本座的血石，本座要当着那10万血石的面敲碎他的神像，撕烂他的神魂。至于宋家村和青石镇，黑鳞蟒妖伸出长长的信子，贪婪地舔了舔嘴唇，脸上露出一个残忍至极的表情。湖光一个不留，正好本座的血石储备有些不足了，就拿这2地的数万凡人开一场血肉盛宴。后殿外数千只形态各异的妖兽半妖齐声咆哮，妖气冲天，几乎将万安县上空的云层都染成了黑色。黑鳞蟒妖转过头，看向自己麾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一头浑身披着重甲，手持巨斧的牛头妖牛蟒，以为先锋，点3000妖兵，即刻出发。3日之内，本座要用那野神的神像头颅当我的夜壶。牛蟒率领的3000妖兵卷起漫天尘土，如同一道黑色的潮水，从远方的地平线滚滚而来。那股混杂着血腥与暴虐的妖气，隔着数里地，便已让宋家村的村民们感到胸口发闷，手脚冰凉，恐慌开始在人群中蔓延。即便亲眼见证了山神老爷的神威，但当真正面对如此大规模、气势汹汹的妖魔大军时，凡人骨子里的畏惧还是难以遏制。完了，这么多妖怪，山神老爷他老人家应付得过来吗？那个牛头妖怪看着比之前的熊妖还要可怕，我们快跑吧，躲到山里去。一些胆小的村民已经开始双腿发软，想要逃离都站住。一声中气十足的暴喝压下了所有的嘈杂。宋万年手持一柄锄头，站在山神庙的最前方，他那挺得笔直的脊梁如同一杆标枪，牢牢地定在了那里。山神老爷就在我们身后看着，谁敢后退一步，就是对神明的不敬。他那双变得清澈的眼睛锐利地扫过每一个村民的脸。你们忘了熊妖是怎么死的吗？忘了枯木那妖道是怎么化成灰的吗？忘了你们的孩子是怎么被救回来的吗？山神老爷既然说了，此地归他庇护，就绝不会食言。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逃跑，而是站在这里，用我们的虔诚为山神老爷献上我等最大的敬意。老村长的话如同一记记重锤，敲在了村民们的心上。是啊，他们身后站着的可是一尊言出法随、神威如玉的真神，他们有什么好怕的？恐惧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同仇敌忾的激傲，以及更加狂热的信仰。丁，信徒宋万年信仰坚定，威慑众民，贡献虔诚香火值20点。丁，信徒宋大牛无畏妖魔，贡献虔诚香火值15点。丁，您的信徒军心稳定，信仰凝聚力提升，庙宇金身之上。你满意的看着这一切，这宋万年确实是个可造之材。你并未打算立刻出手，这些妖兵在你眼中不过是土鸡瓦狗，挥手可灭。但你需要的不仅仅是敬畏，你需要的是狂信，是能为你赴汤蹈火、传播信仰的狂信徒，而让信徒们亲身参与到一场神迹之中，无疑是催生狂信徒最好的方式。很好，以威严而淡漠的声音在宋万年、宋大牛以及另外几个最先拿起武器挡在人前的村民脑海中响起。尔等忠勇可嘉，本座赐尔等神力加身，待本座行那诛妖之事。话音未落，数道凡人肉眼无法看见的璀璨金光从神像之中飞出，瞬间没入了宋万年等人的体内。轰！宋万年只觉得一股炽热到难以想象的暖流在自己的四肢百骸中轰然炸开，他那原本只是变得硬朗的身躯在这一刻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响，干瘪的肌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高高鼓起，撑裂了身上的粗布麻衣，露出了一身古铜色如同钢铁浇铸般的爆炸性肌肉。他脸上的皱纹彻底消失，花白的头发也瞬间转黑，整个人在几个呼吸之间竟从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变成了一个身高8尺、浑身散发着彪悍气息的壮年大汉。这是宋万年低下头，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那双砂锅大的拳头。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充满了毁天灭地般的力量，仿佛一拳就能打碎一座山。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了宋大牛等人身上，他们一个个体型暴涨，青筋虬结，双目之中隐有金光流转，气势之强，竟丝毫不亚于对面冲来的妖兵。哈哈哈！杀！牛蟒已经冲到了阵前，他看到了这诡异的一幕，但根本没放在心上。凡人就是凡人，就算变得强壮一点，还能挡住自己这把开山巨斧不成？他高高跃起，双手紧握巨斧，携带着万钧之势，朝着最前方的宋万年当头劈下。来得好！宋万年非但没有闪躲，反而发出一声兴奋的咆哮。他双腿猛地一蹬，脚下的青石板轰然碎裂，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不退反进，迎着那落下的巨斧冲了上去。他手中的武器依然是那柄最普通的用来刨地的锄头，但在神力的灌注下，那锈迹斑斑的铁锄头此刻却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晕。给老子死！在所有妖兵和村民们惊骇的注视下，宋万年将那柄锄头抡圆了，用一种最简单最粗暴的姿态自下而上，狠狠地刨向了牛蟒那颗硕大的牛头。当一声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之声炸响，牛蟒手中的开山巨斧应声而断，而那柄携带着无上神威的锄头却去势不减，噗嗤，像是西瓜被砸烂的声音。牛蟒脸上的狞笑永远的凝固了，那柄锄头从他的下巴处蛮横的切入，破开坚硬的头骨，直接从他的天灵盖里穿了出来，红的白的溅了一地。那头不可一世的牛妖先锋连一声惨叫都没能发出，庞大的身躯便直挺挺的从半空中栽了下来，重重的砸在地上，死的不能再死。宋万年缓缓收回锄头，将上面沾染的脑浆甩掉，随即转身用那双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眼睛望向了后方那近3000名已经彻底傻掉的妖兵。他咧开嘴，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声音洪亮如钟：山神老爷有旨，一个不留，杀啊！短暂的死寂之后，是宋大牛等人气冲云霄的怒吼。得到了神力加持的10几名村民如同一群猛虎冲入了羊群，挥舞着锄头、钢叉、柴刀，杀向了那群还没从主将被秒杀的震惊中反应过来的妖兵。一场匪夷所思的屠杀开始了。那些平日里凶残成性的妖兵，他们引以为傲的立正，在村民们被神力加持过的皮肤上，只能划出一连串的火星。而村民们手中最简陋的农具，每一击挥出都带着开碑裂石的巨力，轻易就能将妖兵的身体撕成碎片。这不是战斗，这是单方面的碾压。庙前的空地很快就变成了血肉磨坊。远方，黑风山、落魂剑、白骨洞3部妖众汇合而成的大军本阵之中。
黑鳞蟒妖正慵懒地盘踞在一架由数百名人类苦力抬着的巨大车辇之上，他闭着树瞳，享受着2名狐妖的侍奉，等待着先锋营传来的捷报。在他看来，区区一个山野精怪，牛蟒的3000妖兵足以将其连同那座破庙一起踏成齑粉。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股让他极度不悦的血腥气，以及先锋营妖兵们临死前通过妖族秘法传回的一缕缕惊恐与绝望的残存意念。黑鳞蟒妖缓缓睁开了那双冰冷的树瞳，巨大的舌头转向了宋家村的方向，他的视野穿透了数里之遥，清晰地看到了那血腥的一幕。他的先锋大将牛蟒，那颗硕大的牛头被人用一把锄头刨成了2半，他的3000妖兵正在被10几个凡人屠杀殆尽，找死！一股恐怖到极致的暴虐气息从黑鳞蟒妖的身上轰然爆发，周围侍奉的狐妖和抬着车辇的苦力瞬间就被这股气势压成了肉泥。他那庞大的身躯猛地从车辇上腾空而起，化作一道巨大的黑影，遮天蔽日，朝着宋家村的方向疯狂掠去。轰隆隆，天空在这一刻暗了下来。宋家村的村民们刚刚将最后一头妖兵撕碎，还没来得及欢呼，便感觉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从天而降。他们抬起头，所有人的脸上都瞬间失去了血色。只见一条长达100丈、身躯比房屋还要粗壮的黑色巨蟒盘踞在村庄的上空，它身上的每一片鳞甲都闪烁着金属般的幽光。那颗狰狞的舌头之上，独角森然，一双巨大的树瞳正用一种看待蝼蚁的眼神俯瞰着下方的一切，整个天空都被它庞大的腰躯所遮蔽。一群卑贱的血食！黑鳞蟒妖的声音如同滚滚闷雷，在天际炸响。竟敢反抗本座！他看到了牛蟒的尸体，看到了满地的妖兵残骸，暴怒的情绪让他周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那个藏头露尾的野神呢？给本座滚出来！今天本座要将你们连同你们所谓的神全部炼成血水！黑鳞蟒妖张开了血盆大口，呼！一股墨绿色的带着浓烈腥臭的毒云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那毒云所过之处，树木瞬间枯萎，岩石被腐蚀得滋滋作响，就连空气都仿佛被染上了剧毒。这尸骨妖毒是他的本命神通，足以在顷刻之间将一座城镇化为死地。村民们在这毒云之下，连呼吸都变得困难，皮肤上传来阵阵灼痛，眼中充满了绝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嗡！山神庙内那尊金身神像骤然爆发出万丈金光，一阶神域扩展，一股无形的波动以神庙为中心，疯狂向外扩散，瞬间笼罩了整个天空。那来势汹汹的墨绿色毒云在接触到神域边界的刹那，就像遇到了烈日的冰雪，连一丝声响都没能发出，便被瞬间蒸发，净化得一干二净。什么？黑鳞蟒妖的树瞳猛地一缩，下一秒，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轰！山神庙所在的位置，一道顶天立地的金色巨人虚影拔地而起。那巨人虚影高达100丈，身披威严神甲，面容与庙中神像一般无二，冷峻而威严。俯瞰众生，黑鳞蟒妖那引以为傲的100丈腰躯，在这尊法相金身面前，竟显得有些渺小。你的法相金身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那只虚托着的手上光芒一闪，一柄古朴威严的金色长剑凭空出现，斩妖诛邪剑。以那漠然的声音响彻了整片天穹，区区一条爬虫也敢妄图窃取凡人香火，今日本座便用你的妖血祭我神威。话音未落，你手中的斩妖诛邪剑自下而上，画出一道完美而致命的弧线。铮！这一声剑鸣不再是凡铁交击的声音，而是夹杂着万鸣祈愿、雷霆震怒的大道神音。一道长达100丈、璀璨到让人无法直视的金色剑芒，瞬间撕裂了昏暗的天幕，带着斩灭3界一切邪祟的无上锋芒，斩向了空中的黑鳞蟒妖。在这道剑光亮起的那一刻，黑鳞蟒妖眼中那种高高在上的轻蔑瞬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源自灵魂深处的极致战力，那是来自神道法则的绝对压制，是对妖邪之力的3倍真实伤害。不！黑鳞蟒妖发出一声凄厉的狂吼，他那庞大的身躯疯狂扭动，试图逃离那道剑光的锁定。同时，他张开血盆大口，硬生生吐出了自己苦修千年的黑色妖丹，迎着剑光砸了上去，企图挡住这致命的一击。然而，一切都是徒劳。那颗蕴含着千年妖力、坚硬无比的妖丹，在接触到金色剑芒的刹那，就像一颗撞上铁锤的鸡蛋，咔嚓一声，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随后轰然炸碎。剑光去势不减，摧枯拉朽般切开了黑鳞蟒妖那号称刀枪不入的金属鳞片，切开了它坚韧无比的筋肉与骨骼。吃了，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声，只有利刃切过血肉的沉闷声响。黑鳞蟒妖那长达100丈的巨大身躯，在这凌空一剑之下，被干脆利落从正中间一劈为2，猩红的妖血倾泻而下，却被无形的金色神域挡在半空，难以落在宋家村的土地上。被斩成2段的黑鳞蟒妖，并未立刻死去。千年大妖强悍的生命力让他的2截残躯在半空中疯狂扭曲挣扎，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嚎。但你根本没给他喘息的机会。100丈高的法相金身伸出巨大的左手，犹如探囊取物一般，一把掐住了那颗比房屋还要庞大的狰狞舌头。你的向上妖头，本座借去一用。随着一声威严的冷哼，你的左手猛然发力，咔嚓，伴随着刺耳的骨裂声，黑鳞蟒妖的颈椎被硬生生扯断，那颗死不瞑目的庞大舌头被法相金身拎在了手中，他的双眼圆睁，滴滴答答的往下淌着黑色的鲜血。紧接着，你的手臂向后拉伸，以狂暴的姿态将那颗庞大的舌头对准了数十里之外的万安县城，狠狠投掷出去。轰！巨大的舌头撕裂空气，摩擦出刺眼的火光，宛如一颗从天而降的黑色陨石，拉着长长的血色尾迹划破长空，直奔万安县而去。做完这一切，你的法相金身化作漫天金光，重新收敛于山神庙的金身塑像之内。丁！斩杀千年大妖，结丹巅峰，获得香火值8500点。丁！您的神威彻底粉碎了妖魔大军的心理防线，数千妖兵溃逃，您的信仰震慑范围持续扩大。宋家村外那些原本跟着黑鳞蟒妖一起冲锋的3部妖众，全都瘫软在地，瑟瑟发抖，连他们心目中无敌的黑鳞大王都被人家一剑秒杀，连脑袋都给拧下来扔了，这还打个屁！好，快跑啊！剩下的2000多只妖兵发出一阵哭爹喊娘的惨叫，丢下兵器，恨不得多生出2条腿，朝着4面8方疯狂溃散，连滚带爬的逃向
向了深山老林，再也生不出一丝一毫侵犯宋家村的念头。庙前的村民们先是呆立当场，随后爆发出了响彻云霄的欢呼与叩拜。同一时间，万安县城在这座被妖魔统治了数百年的城池里，10万百姓步履蹒跚地穿梭在灰暗的街道上，时不时就会有半妖护卫在街头随意抓捕活人，当街啃食。没有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人敢抬起头，因为在县城最中央的城主府里盘踞着那条不可战胜的黑鳞蟒妖。突然，一阵尖锐刺耳的破空声从西方天际滚滚而来，那种声音越来越大，大到让整个县城的地面都开始微微颤抖。街道上的凡人和妖兵纷纷停下动作，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西方，只见一颗庞大的燃烧着火焰的火球正以恐怖的速度朝着县城正面的城门楼砸来。那是什么东西？城楼上把守的10几个牛头妖兵瞪大了牛眼，还没等他们看清那陨石的真面目，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高达10几丈，用青钢岩垒砌而成的坚固城门楼被那火球直接砸中，当即4分5裂，轰然坍塌，漫天的尘土与碎石飞溅。那10几个妖兵连惨叫都没发出，就被砸成了肉泥。剧烈的震动传遍了整个万安县城，所有百姓和妖族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摔倒在地，尘埃落定，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了城楼废墟的最顶端，那里赫然倒插着一颗庞大的布满黑色鳞片、头顶长着残缺独角的狰狞头颅。这头颅已被砸得血肉模糊，但那熟悉的气息，那特有的独角，让城中的大妖们认出了他的身份，是黑鳞大王。一头常年跟在黑鳞身边的老狐妖指着那颗巨大的舌头，发出了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双眼一翻，直接吓晕了过去。黑鳞大王死了，大王的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天啊，这怎么会？整个万安县城的妖族彻底陷入混乱，恐慌在妖群中快速蔓延，连最强大的一城之主都被人斩首悬城。这县城已无处容身，驻守城池的妖兵妖将们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勇气，纷纷丢盔弃甲，化作本体，争先恐后的朝着城外逃窜。一时间踩踏致死的妖兽不计其数，而与妖族们的绝望截然相反。街道上那10万名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凡人，在看清了那颗欺压了他们几十年的恐怖舌头后，先是陷入了长久的呆滞，紧接着一个苍老的凡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捶打着地面，嚎啕大哭起来。苍天显灵啊，吃人的妖怪终于死了，终于死了！这声痛哭引爆了人群压抑的情绪。爹娘，你们在天之灵看见了吗？黑鳞死了，不知是哪路神仙爷爷降妖除魔，救我等脱离苦海啊！扑通扑通扑通，10万百姓从4面8方不约而同地朝着城门楼的方向跪了下去，人群中爆发出夹杂着哭泣的欢呼。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破烂道袍的老者跌跌撞撞地从一条小巷里跑了出来，手里还举着一面不知从哪找来的破锣。我听青石镇逃难来的人说过，西边的宋家村有一座山神庙显灵了，是山神老爷，这是山神老爷的神迹啊！山神老爷来救我们了！老者沙哑的嘶吼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山神老爷，人们纷纷抬起头，眼中燃起希望。多谢山神老爷救命之恩，我等愿世世代代供奉山神老爷。整座万安县城10万凡人的叩拜与呐喊声震天地。宋家村山神庙内，你脑海中响起一连串急促的系统提示音，密集的声音震荡着你的神魂。丁，您的神威震惊万安县10万凡人，妖魔退避，信仰火种已点燃。丁，信徒王麻子贡献了10点狂热香火值。丁，信徒李寡妇贡献了15点狂热香火值。丁，提示音接连不断，你眼前的香火值面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跳动，2万、5万、8万。丁，恭喜宿主，当前香火值突破10万大关。丁，您的神域范围极大扩张，已彻底覆盖万安县及周边乡镇，成功取代原妖族势力，领地级别跃升。丁，系统达成3级晋升条件，恭喜宿主获得神道重宝仙府雏形一阶。仙府雏形可与宿主当前神庙融合，化作一方须弥芥子空间，内部自成一界，灵气浓郁，可在此开辟灵田、孕育神池、册封神将，乃建立地上神国之基石。龙，伴随着系统的奖励发放，浩瀚伟力降临在宋家村那座简陋的山神庙上，泥塑的神像表面裂开无数金色的缝隙，原本逼仄的庙宇空间开始向内扩展，一种超脱凡俗、只存在于远古神话中的缥缈仙气缓缓从庙宇的砖瓦缝隙中渗透出来。你端坐在新生的金身之上，感受着体内成倍暴涨的神力，俯瞰着已经彻底纳入自己掌控的10万信徒，面露威严。10万香火，仙府降世，这万安县从今天起就是你征伐3界的第一站。然而，就在仙府气息冲天而起之时，位于万安县极北方向，距离此地数千里之遥的一座终年被毒瘴笼罩的万仞枯骨山上，一双燃烧着幽绿鬼火的庞大眼眸在无尽的黑暗中睁开，那眼眸跨越了空间，直勾勾地盯向了万安县的方向，发出一声令人神魂碎裂的低语。好纯正的神道气息，竟然还有远古残神活在这个世上。呵呵，看来本王的是神宴，又添了一道绝佳的主菜啊！万安县以北千里之外，青云山脉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山脉主峰之巅，琼楼玉宇，仙鹤飞舞，正是方圆3000里内所有凡人与修士眼中的仙家圣地青云宗。然而，与那仙气飘飘的外在截然不同，青云宗主殿之内却是金碧辉煌，珠光宝气，充满了奢靡的凡俗气息。青云宗主李清玄，一个面容儒雅、身着八卦道袍的中年人，此刻正斜倚在一张由整块暖玉雕琢而成的卧榻上，身旁2名衣着暴露的女弟子正小心翼翼地为他剥去灵果的果皮，送入他的口中。启禀宗主，一个管事模样的长老躬身立于殿下，面带忧色。万安县那边这个月的血灵珠已经逾期3日，
至今仍未送达，派去催促的弟子也是杳无音信。李清玄眼皮都未抬一下，懒洋洋地哼了一声。那条黑鳞长虫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真以为盘踞在一座凡人县城就能自立为王了？他每年能安安稳稳地吞噬血肉，修炼妖法，靠的是谁的庇护？心里没数吗？所谓的血灵珠，正是青云宗与黑鳞蟒妖之间的肮脏交易。青云宗默许黑鳞蟒妖在万安县作威作福，圈养10万凡人。作为回报，黑鳞蟒妖每隔1月便要用数千凡人的精血炼制一批血灵珠上供给青云宗，作为宗内弟子修炼邪法的资源。这才是这名门正派真正的根基。就在此时，一股浩瀚磅礴、纯粹到极致的神道气息毫无征兆地从南方天际冲霄而起，瞬间席卷了整片青云山脉。轰隆！青云宗的护山大阵被这股气息一冲，竟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什么东西？李清玄猛地从玉榻上坐起，脸上那份慵懒惬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震惊与贪婪。好精纯的神道之力，这世间竟然还有此等未被污染的神明存在。不等他细细感应，一道流光火急火燎地从殿外飞入，化作一个浑身是血的弟子。此人正是当初被派去万安县催促的使者。宗主，大事不好了！那弟子跪在地上，声音颤抖。万安县变天了！他语无伦次的将自己在万安县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黑鳞大王被斩，妖头悬于城门，新晋山神显灵，庇护10万百姓。听着弟子的描述，李清玄的脸色由震惊转为阴沉，最后化作了压抑不住的暴怒。废物！一条千年大妖竟被一个山野精怪给斩了！好一个山神，好一个胆大包天的野神！他愤怒的并非是黑鳞蟒妖的死，而在于他青云宗的财路被人硬生生斩断了。万安县那10万百姓是他们豢养的牲畜，是他们炼制血灵珠的材料。如今这些材料竟然去信奉了别的神明，这还得了？这无异于有人闯进他家的药田，不仅拔光了所有灵药，还在上面盖了个茅房。宗主，此神来历不明，神通广大，我等是否？殿下的管事长老有些迟疑。神通广大，李清玄发出一声冷笑，眼中杀机毕露。这人间早已是末法时代，天道崩碎，神佛寂灭。所谓的神，不过是窃取了一丝法则之力的孤魂野鬼罢了。他以为庇护了10万凡人就能高枕无忧了，他根本不知道这10万凡人是我青云宗的私产。李清玄站起身，踱步于大殿之中，声音冰寒刺骨：此等邪神，蛊惑人心，断我道统，实乃我被正道修士之死敌。他义正辞严地宣告，仿佛自己真的是在维护人间正道。传我宗主令，召集执法堂所有弟子。他看向了宗门之内，地位仅次于他的大长老周通。周通长老，由你亲自带队前往万安县，记住，要当着那10万余民的面，让他们看清楚，他们信奉的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伪神。李清玄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将他的神庙给我拆了，神像给我砸了，至于他的神魂，抽出来炼成一盏长明灯，为我青云宗大殿再添一分光彩。遵宗主法旨。大长老周通躬身领命，他那张古板的脸上也浮现出一丝狞笑。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将那些凡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希望再亲手碾碎。很快，一艘巨大的青色飞舟载着上百名身穿青云宗制式道袍的修士腾空而起，带着凛冽的杀意，浩浩荡荡地朝着万安县的方向飞去。青云宗的诸神令已然下达，青云宗的飞舟遮天蔽日，如同一座移动的山峦，缓缓降临在万安县的上空。一股属于元婴期大修士的恐怖威压从飞舟之上传来，瞬间笼罩了整座县城。城中刚刚燃起新生希望的10万百姓，在这股威压之下，只觉得心头压上了一块巨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脸上刚刚浮现的笑容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惊恐与茫然。大长老周通背负双手，如神明般悬立于飞舟船头，他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目光俯瞰着下方那些瑟瑟发抖的凡人，声音通过法力加持，清晰地传遍了县城的每一个角落。万安县的百姓们，尔等无需惊慌，本座乃青云宗大长老，此来是为拯救尔等脱离苦海。他的声音充满了蛊惑性，你们所信奉的所谓山神，乃是一个窃取香火、蛊惑人心的邪神。他斩杀黑灵妖，不过是想将这片牧场据为己有，日后必将对尔等施以更加残酷的统治。醒来吧，愚昧的凡人，唯有我仙门正道才是尔等唯一的依靠。周通的声音充满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了西方宋家村的方向。那里，一座崭新的、沐浴在神光之中的宏伟庙宇轮廓，已经取代了原来那座破旧的山神庙。现在，毁掉那座邪庙，砸碎那尊泥塑，唾弃你们的信仰，本座可保尔等平安。然而，回应他的却是死一般的沉寂。城中的百姓们虽然畏惧于他的威压，但眼中却没有丝毫动摇。他们亲眼见证了黑鳞蟒妖的头颅从天而降，亲身感受到了那股庇护全城的神圣力量。那种绝望中诞生的信仰，早已坚如磐石。一群冥顽不灵的蝼蚁见到无人响应，周通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既然尔等执迷不悟，那本座便亲手打碎你们的幻想。布阵。随着他一声令下，非洲上的上百名青云宗弟子齐齐飞出，各自占据一个方位，手中法诀掐动，嗡嗡嗡，一面面阵旗凭空出现，一道道灵光冲天而起，在半空中交织成一张巨大的法网，将整个万安县连同宋家村都笼罩了进去。九霄玄锁大阵起，周通发出一声大喝，那张法网瞬间收紧，爆发出强大的封禁之力，试图隔绝此地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将你的神域彻底封死在这片空间之内。哈哈哈，野神，在本座这所天大阵之下，你的神域已成牢笼，还不速速滚出来受死！周通发出得意的狂笑。与此同时，宋家村山神庙之内，那座简陋的庙宇，此刻已经化作了一片浩瀚的虚弥空间。仙府雏形之内，灵气化物，神光氤氲。你端坐于中央神座之上，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你看得清清楚楚。你的脸上没有任何愤怒，只有一种看跳梁小丑般的淡漠与不屑。区区元婴修士也敢妄言诸神，也罢，便让尔等这些伪善之辈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神威。你的神念一动，轰！万安县城的上空风云突变，一尊比上一次斩杀黑鳞蟒妖时还要凝实、还要巨大的百丈法相金身，毫无征兆的在县城中央拔地而起。这尊金身通体流淌着璀璨的金芒，神甲上的每一道纹
纹路都清晰可见，那张冷峻的面容仿佛是由天地间最威严的法则凝聚而成。这不可能！周通脸上的狂笑瞬间凝固，他能感觉到自己引以为傲的九霄玄锁大阵，在这尊法相金身出现的刹那，便发出了一阵阵刺耳的哀鸣，仿佛随时都会崩溃。你的法相金身甚至没有去看周通，也没有去看那些青云宗的弟子，你那双蕴含着日月轮转的金色眼眸，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笼罩在天空之上的那张巨大法网，仅仅只是一眼，咔嚓一声清脆的宛如琉璃碎裂的声音响起，那张由上百名修士合力布下，号称能封锁天地的九霄玄锁大阵之上，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紧接着咔嚓咔嚓咔嚓，裂痕如同瘟疫般疯狂蔓延，在周通和所有青云宗弟子惊骇欲绝的注视下，那张巨大的法网轰然一声，寸寸崩碎，化作了漫天的灵光碎片，消散于无形。阵法被破，所有布阵的弟子齐齐喷出一口鲜血，如同下饺子一般从半空中栽了下去。而作为主阵人的周通更是遭受了恐怖的反噬，他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伟力轰在了自己的神魂之上，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倒飞而出，鲜血狂喷。还未等他稳住身形，一股沉重如太古神山般的威压从天而降，狠狠地压在了他的身上。砰砰两声沉闷的爆响，周通那双引以为傲的仙腿竟被这股神威硬生生的压爆，化作两团刺目的血雾。失去双腿支撑，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被凡人视作活神仙的青云宗大长老，重重砸在万安县坑洼不平的街道上，位置不偏不倚，正好正对着那尊100丈高的金身法相，行了一个最标准、最凄惨的跪拜大礼。那些从半空中栽落的青云宗弟子摔得七荤八素，筋断骨折，他们顾不上疼痛，泰然地看向自己无所不能的大长老，那个被他们奉为若神明的元婴大能，此刻正像一条断了腿的死狗，趴在血泊中抽搐。万安县10万百姓惊呆了，几秒钟后爆发出掀翻屋顶的欢呼声，山神老爷万岁，神明无敌，诛杀伪善妖道。剧烈的疼痛让周通的面庞扭曲到了极点，元婴期强大的生命力让他无法立刻昏死，反而清醒地承受着抽筋拔骨的折磨。他艰难地仰起头，看着那尊遮天蔽日、散发着无尽威严的神像，所有的傲慢与优越感在这一刻土崩瓦解，胆寒，彻骨的胆寒。这不是什么山野精怪，这是货真价实的远古真神。神明大人饶命！周通满脸鼻涕眼泪混合着泥土，疯狂地用断腿残躯在地上磕头。小人知错了，小人有眼无珠，受了李清玄那个畜生的蒙蔽，才敢来触犯神威，求您开恩，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堂堂大长老，名门正派的领袖之一，为了活命，尊严掉了一地。你那宏大的声音在县城上空炸响，没有丝毫波澜。刚才不是要砸烂本座的神像，将本座抽魂炼灯吗？不敢了，绝对不敢了！我青云宗愿意生生世世为您立生祠，供奉香火。周通惊恐万状的尖叫，企图抓住最后一把救命稻草，不稀罕，简单的3个字，宣判了死刑。法相金身缓缓抬起右脚，这只由纯粹神力凝聚的巨大脚掌遮蔽了周通头顶的天空，携带着摧枯拉朽的伟力，猛地踩了下去。不，周通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扑击，一声沉闷的爆响。不可一世的青云宗大长老，连同他体内的元婴，被这轻描淡写的一脚踩成了肉泥，连一缕残魂都没能逃出，彻底身死道消。周围的青云宗弟子吓得肝胆俱裂，屎尿齐流，他们挣扎着爬起来想要逃跑。法相金身轻轻挥动衣袖，数十道金雷从天而降，精准劈在这些作恶多端的弟子头顶，连惨叫都省了，直接劈成了满地焦炭。丁，斩杀元婴7恶修，获得香火值5万点。丁，10万信徒亲眼见证神罚，信仰发生质变，获得狂热香火10万点。丁，您的杀伐果断，震慑八方，神威值大幅度提升，已端坐仙府神座。看着系统面板上暴涨的数字，没有任何收手的打算，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既然青云宗下了诛神令，那就没必要留着过年了，打上门去才是你的行事作风。既然你们青云宗喜欢讲排场，本座就送你们一场漫天剑雨。你心念一动，调取刚刚收获的海量香火之力，万安县上空，法相金身猛地拔出腰间的斩妖诛邪剑，剑锋遥遥指向千里之外的青云山脉，借万名香火助诛仙阵裂。铮一声清脆的剑鸣响彻天地，紧接着万安县上空的云层被尽数排开，金色的神光铺满苍穹，无数道璀璨的金色小剑在半空中凝聚成型，10把、100把、万把。10万把，不过眨眼之间，100万金色飞剑悬浮于天际，剑尖齐齐指向北方，散发出的锋芒连空间都切割出细碎的黑线。去，法相金身重重挥剑，100万飞剑化作一条浩荡无垠的金色长河，呼啸着撕裂长空，跨越千里之遥，直奔青云宗而去。此时此刻，千里之外，青云宗主峰大殿，宗主李清玄正端坐在宝座上，手中盘玩着2颗晶莹剔透的血灵珠。大殿下方，几十名宗门长老正在互相吹捧，大长老亲自出马，必定马到成功。那什么狗屁山神，现在估计已经被抽筋扒皮了。是啊，一座小县城而已，翻不起浪花。李清玄嘴角噙着笑意，刚准备开口，突然整座青云山脉剧烈震动起来，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响彻各大山峰，这是遭遇灭宗危机才会触发的最高级别预警，怎么回事？李清玄大惊失色，猛地冲出大殿，长老们也纷纷跟了出来，抬头仰望天空。这一看，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魂飞天外。原本蔚蓝的天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横跨天际的金色剑河，密密麻麻的金色飞剑遮天蔽日，散发着让修仙者感到绝望的毁灭气息。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道充满威严与杀伐的浩瀚声音直接在每一个青云宗弟子的脑海中炸开：青云宗藏污纳垢，圈养妖魔，荼毒苍生，罪不可赦。今日本座替天行道，移平此地。李清玄听出了这是万安县那个野神的声音，吓得脸都绿了。这不可能，周通可是元婴修士，怎么可能连个报信的机会都没有？他顾不得其他，调动全身法力，对着天空大吼：山神大人，误会，这全都是误会，我们
青云宗也是名门正派，大家同为正道，有话好商量。我愿意将万安县一半的收益，不，全部收益都孝敬给您。在这种碾压级别的武力面前，李清玄果断抛弃了宗主尊严，只求保命。你当本座是来收破烂的？冷酷的回应传来，剑河再无半点停滞，倾泻而下。轰隆！青云宗号称能抵挡化神期大能全力一击的护山大阵，在接触剑河的瞬间，碎得像一张窗户纸，连半秒都没撑住，直接碎成漫天光斑。吃吃吃！金色剑雨疯狂洗地，琼楼玉宇在剑气切割下轰然倒塌。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吸食凡人血肉修炼的青云宗弟子，被密集的飞剑穿透成筛子。爆炸声、惨叫声、建筑物倒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只用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曾经繁华鼎盛的仙家圣地，彻底变成了一片焦土残骸。李清玄浑身插满了金光长剑，被死死钉在大殿外的汉白玉广场上，口中不停涌出鲜血，眼中满是不甘和悔恨。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宗之主就此陨落，青云宗道统灭绝。飞剑斩杀完所有恶修，化作漫天金光渐渐消散。就在尘埃落定之时，青云主峰那坍塌的大殿废墟深处，忽然传出咚的一声闷响，紧接着废墟之下的地宫里，一只长满黑色长毛、干瘪如柴的巨大手掌猛地破土而出，那手掌死死抓住了插在李清玄尸体上的一截金色剑气，残忍一把将其捏得粉碎。一个沙哑到极致，仿佛两块破铁片摩擦的声音从地底传出，纯正的香火味。谁杀了我这不争气的徒孙？那只从地底深处伸出的巨大手掌，布满了尸体般的黑色长毛，指甲长而卷曲，散发着一股臣服与死亡交织的邪恶气息。它仅仅是抓住了你一道剑气的残影，就让那道足以斩杀。元婴修士的金色光刃发出了不堪重负的碎裂声，纯正的香火味。谁杀了我这不争气的徒孙？那个沙哑到极点的声音，带着一股万古枯寂的意味，在地宫深处回荡，仿佛不是从喉咙，而是从一副腐朽的棺材板里发出来的。宋家村仙府之内，你端坐神座，新生的神体沐浴在浩瀚的香火金光中。你俯瞰着千里之外青云宗废墟下的这一幕，脸上毫无波澜，只是觉得有些吵闹。一个藏在自家徒孙宗门地下的老鬼罢了，连肉身都已腐朽，只剩下一缕靠着吸食地脉阴气苟延残喘的残魂，也敢在你面前放肆？你的神念微动，吵死了！万安县上空，那尊还未消散的百丈法相金身缓缓垂下了眼帘，那漫天飞散，将整个青云宗夷为平地的百万剑光，并未彻底消散。此刻，随着你的意志，无数金色的光点从废墟的各个角落升起，重新汇聚，它们在青云主峰的上空凝聚成一柄比山岳还要庞大的金色巨剑，剑身之上神纹流转，汇聚了刚刚斩灭一整个邪道宗门的无边煞气，以及10万信徒最狂热的祈愿之力。千里之外，青云宗的地宫深处，那个被称为老祖的存在显然也感受到了这股足以将天地都捅个窟窿的恐怖剑威。庶子，你敢？老夫乃是黑心魔宗太上长老，你若杀我，便是与整个魔道为敌，国师大人也。轰！那柄贯穿天地的金色巨天圣剑根本没给他把话说完的机会，没有丝毫犹豫，携着净化世间一切污秽的雷霆之势，悍然刺下。整个青云山脉在这一刻被彻底贯穿。地宫中传出一声夹杂着无尽怨毒与恐惧的嘶吼，随后戛然而止。那只刚刚还凶威赫赫的黑色巨掌，连同地宫深处那具腐朽的魔躯，以及那道化神期的残魂，在这堂皇浩荡的神力巨剑之下，被净化的连一粒尘埃都没能剩下。世界清净了。做完这一切，法相金身才化作点点金光，彻底消散。丁，斩杀化神期残魂老魔，获得香火值20万。丁，您彻底摧毁了邪道宗门青云宗及其背后靠山，解救了方圆3000里内所有被间接圈养的百万凡人。丁，您的神迹正在以风暴般的速度传播，整个东阳府的信仰正在向您汇聚。山神庙内，你面前的香火值面板彻底沸腾了，30万、50万、80万。伴随着青云宗这颗毒瘤被连根拔起，原本笼罩在整个东阳府上空的无形压迫与阴霾一扫而空。无数城镇乡野之中，那些被青云宗通过各种苛捐杂税、邪法祭祀压榨的喘不过气的百姓，几乎在同一时间感觉到了一种发自灵魂的轻松。天亮了，好像有什么压在心口的东西不见了。我听说了，是万安县的山神老爷显灵，一剑把那吃人的青云仙门给平了。什么仙门？那就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快给山神老爷立长生牌位！不要建庙，我们要倾尽家财，为山神老爷建最大最气派的神庙。恐慌之后的感恩，绝望之后的新生，所能产生的信仰之力，是平日里的1000倍、万倍。整个东阳府数百万凡人的意念汇聚而来，化作滚滚洪流，涌入宋家村的山神庙。你眼前的数字冲破了最后的关卡。丁，恭喜宿主，当前香火值突破100万大关。丁，信仰之力发生质变，正在凝聚神权。恭喜宿主获得神道至宝无上神格碎片。19，轰隆！伴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一枚通体由最纯粹的金色光芒构成，表面铭刻着亿万玄奥道纹的菱形碎片，凭空出现在你的神魂之中。这枚碎片出现的刹那，你感觉整个仙府雏形都在剧烈震颤，仿佛在迎接自己君王的降临。你能感觉到这枚碎片之中蕴含着一种至高无上、凌驾于所有法则之上的本源力量，那是一种创造与毁灭、秩序与审判的集合体，这就是神的力量。你没有丝毫犹豫，神念一动，立刻开始引导仙府内那浩如烟海的香火之力，全力炼化这枚神格碎片。无尽的金光将你的神体彻底淹没，整个山神庙所在的虚弥空间开始剧烈的向外扩张演变。外界的宋家村上空神光冲霄，锐气千条，整片天空都被染成了灿烂的金色。大圣王朝、皇城、神都与东阳府那片刚刚经历过浩劫与新生的土地不同，这座王朝的都城呈现出一种诡异而扭曲的繁华，街道宽阔，金砖铺地，来往的百姓个个身穿绫罗绸缎，面带祥和，见到巡街的僧兵卫队无不合十行礼，口诵佛号。整座城市
都笼罩在一片祥和的檀香与诵经声中。然而，若是有大能之士在此，便能看穿这层虚伪的表象。那些所谓的百姓身上没有一丝活人的阳气，不过是一具具被妖力操控的行尸走肉；而那些身披袈裟、宝箱庄严的僧兵，袈裟之下却是青面獠牙，妖气冲天。这哪里是什么人间佛国，分明是一座被伪装起来的万妖之都。皇城最深处，大雷音寺，这里本是前朝的皇宫，如今却被改建成了一座比皇宫更奢靡、更宏伟的佛寺。主殿之内没有佛陀金身，只有一尊巨大的由无数痛苦哀嚎的凡人头骨堆砌而成的莲花宝座。宝座之上端坐着一个身披万佛朝宗锦蓝袈裟、面容俊美妖异的青年高僧，他双目微闭，眉心一点朱砂痣鲜红欲滴，周身佛光普照，圣洁非凡。此人便是大圣王朝的护国法师，被亿万信徒顶礼膜拜的在世佛陀。此刻，这位佛陀面前悬浮着一幅由王朝气运凝聚而成的万里江山图，图上王朝的疆域大部分都呈现出一种浓郁的代表着妖佛之力的黑金色，唯独在东南一角代表着东阳府的那块区域，原本暗淡的黑金色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纯粹、霸道、不容侵犯的璀璨金色。这股金色不仅净化了东阳府，甚至还在不断向外扩张，将周边州府的黑金气运一点点蚕食红化。莲台上的国师缓缓睁开了双眼，那是一双不带任何感情的纯金色的瞳孔，仿佛两轮小太阳，能洞穿三界六道。他看到了青云宗的覆灭，看到了黑灵蟒妖的受首，更看到了那股让他都感到一丝心悸的纯正神道气息的崛起。有意思，国师的嘴角勾起一抹饶有兴致的弧度。本座当年吞尽漫天残神，炼化了这人间最后一缕神道气运，才修成这妖佛之身，切果改运。没想到这末法时代的犄角旮旯里，竟然还能诞生出如此纯粹的心神。他的手指轻轻敲击着骷髅莲台的扶手，金色的眼眸中贪婪之色一闪而过，那不是对权势的贪婪，也不是对财富的贪婪，而是一种饕餮凶兽看到了世间最顶尖、最美味食材时的无上贪欲。你身上那股由无上神格碎片散发出的气息，对他而言是比整个王朝气运还要珍贵亿万倍的无上大补药。只要吞了你自己的妖佛之身，便能彻底圆满，甚至窥见那传说中破碎的飞升之路，倒是省了本座许多功夫。国师站起身，他身上的万丈佛光在这一刻尽数化作了滔天的漆黑妖气，他那俊美的面容开始扭曲，身后浮现出一尊吞天噬地的巨大黑色佛魔法像，传本座法旨。他冰冷的声音响彻整座神都，东阳府野神灵玄，道行密师，杀戮仙门，乃乱国之妖孽，三界之祸胎，着800妖王，3000魔将，领1000万妖兵，300万妖僧，即刻发兵东阳府，将此辽以及他庇护下的所有信徒尽数擒来神都。本座要开一场真正的水陆大会。轰隆隆，随着他一声令下，整座神都活了过来，城门大开，数之不尽的妖魔化作一股黑色的洪流从城中涌出。天空之上，无数驾驭着妖云的魔将，手持各种狰狞的法宝兵器，集结成阵，一面奉天诸神的黑色大旗在妖风中猎猎作响，一支足以踏平任何凡人国度的恐怖大军，在国师的意志下，化作一道席卷天地的黑色风暴，浩浩荡荡地朝着东阳府的方向碾压而去。妖佛大军压境的消息比大军本身来得更快，黑色的妖云遮蔽了天光，从神都一路蔓延而来，那股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息，让沿途的所有生灵尽皆俯首，瑟瑟发抖。东阳府万安县刚刚从妖魔的恐怖统治中解脱出来，才过了几天安稳日子的10万百姓，再一次陷入了无边的恐慌。他们抬起头，就能看到西边的天际已经被一片无边无际的黑色所吞噬，那不是乌云，而是由无穷无尽的妖魔汇聚而成的死亡浪潮。天啊，那是什么？是神都的妖魔大军，比黑灵蟒妖的军队要多1000倍、1万倍。山神老爷还能抵挡得住吗？刚刚建立起来的坚定信仰，在面对这种毁天灭地般的恐怖阵仗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动摇。毕竟眼前的敌人数量实在是太庞大，1000万级别的大军，光是站在那里所散发出的气势，就足以压垮一个普通人的心神。百姓们跪倒在街道上，跪倒在新建的神庙前，发出了此生最绝望也最虔诚的祈祷，求山神老爷庇护，山神老爷救救我们。仙府雏形之内，你的神体已经彻底与那枚无上神格碎片融为一体，你依旧端坐于神座之上，但整个人的气息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你是一尊由香火之力凝聚而成的威严神奇，那么此刻的你就是神本身，你就是法则，你就是秩序，你就是这片天地间唯一的光。周身流淌的不再是单纯的金色神光，而是一种混混沌沌，仿佛天地未开之前的本源道域。你的神体变得无比凝实，每一寸肌肤，每一根发丝，都仿佛是由世间最完美的法则雕琢而成，凡人甚至没有资格直视你的真容。外界那1000万大军带来的恐怖威压，那亿万生灵的绝望祈祷，你都清晰地感知到了。你缓缓睁开了眼睛，神座之上再无神明。下一瞬，你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万安县城的上空。你没有化作百丈金身，只是以常人大小的形态，静静地悬立于天穹之下。然而，当你出现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仿佛静止了。所有看到你身影的百姓，无论是近在咫尺的万安县城民，还是远在百里之外的乡镇村夫，都感觉到了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安宁与祥和，仿佛只要你在这里，天就永远不会塌下来。你的视线越过山川河流，落在了那已经兵临城下、先锋部队距离万安县不足10里的妖魔大军之上。你没有愤怒，也没有杀意，只是淡淡的说出了4个字：吾乃真神。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这片天地间每一个生灵的耳中。紧接着，你抬起手，对着那片席卷而来的黑色妖云轻轻一挥，妖祟尽息。
情、言出、法随，一股无形的凡人无法感知，却让妖魔感到极致恐惧的神圣风暴，以你为中心，骤然席卷而出。那风暴所过之处，时间与空间都仿佛凝固了。冲在最前方的数十万妖兵，他们脸上的狰狞与嗜血，永远的定格在了那一瞬间，没有惨叫，没有挣扎，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那数十万堪称先锋精锐的妖魔，在接触到神圣风暴的刹那，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妖魂、他们存在的概念，就从这个世界上被抹去了，从肌肉到骨骼，再到尘埃。最后化作彻底的虚无，就像用橡皮擦轻轻擦掉了画卷上一片碍眼的污渍。一个呼吸之后，原本铺天盖地、气势汹汹的黑色妖云，其最前方的阵列突兀的被清空了一大块扇形区域。那片区域内，数十万妖兵蒸发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片被净化的无比纯净的蓝天。整个战场陷入了一片死寂，后方还在源源不断推进的妖魔大军，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一般，全部僵在了原地。所有妖魔都用一种见了鬼的表情看着前方那片诡异的真空地带。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先锋大军呢？就在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神都大雷音寺内，那尊由骷髅堆砌的莲台毫无征兆的咔嚓一声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盘坐在其上闭目养神的国师猛地睁开了他那双纯金色的妖瞳，他那张万年不变的妖异俊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了一抹无法掩饰的错愕与惊异。他缓缓站起身，一步跨出，身影便已消失在神都。有点意思，看来需要本座亲自去会一会这位真神了。那片诡异的真空地带成了千万妖魔大军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恐惧正在以比瘟疫更快的速度蔓延。就在这时，万安县与妖魔大军之间的虚空毫无征兆地扭曲了一下，一道身影从中缓步踏出，他身披万佛朝宗锦蓝袈裟，面容俊美妖异，眉心朱砂痣鲜红欲滴，正是大圣王朝的护国法师。他的出现让原本骚动不安的妖魔大军瞬间找到了主心骨，齐齐跪伏下去，山呼海啸，恭迎我佛。国师法驾亲临，神威无量。国师却看都没看他们一眼，那双纯金色的妖瞳只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悬浮在万安县上空的你。有意思，他开口了，声音带着一种奇特的磁性，仿佛能穿透人的神魂。本座横行人间数百年，吞噬过的前朝神明没有1000也有800，却从未见过你这般纯粹的新生神力。国师的脸上浮现出饕餮见到真修时的贪婪与狂热，你的身上有神格的味道，而且是那种最本源、最古老的东西，把它交给本座，本座可以赐你一尊菩萨果位，让你在我这地上佛国享万世香火，如何？他姿态高傲，仿佛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你甚至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这种视若无睹的轻蔑，比任何言语上的羞辱都更加刺痛。国师脸上的笑意缓缓收敛，金色的瞳孔中寒芒闪烁，看来你是不懂得珍惜机会了。也罢，本座亲手来取也是一样。话音落下的瞬间，他身后的空间轰然破碎，一尊高达1000丈、通体由黑金琉璃铸就的巨大妖佛法相从虚无中探出身来。这尊妖佛法相面目与国师有7分相似，却更加狰狞慈悲的佛像之下，隐藏着吞天噬地的魔意。轰隆，妖佛现世，整片天地的气运都在向他汇聚。一条由王朝气运凝聚而成的黑金色神龙，从神都方向呼啸而来，缠绕在妖佛法相的身上，让其威势暴涨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地步。在本座这融合了一国气运的妖佛真身面前，你那点微末神力不过是萤火之光。国师的声音通过妖佛法相的口中发出，化作滚滚音浪，震得山河动摇。他伸出一根遮天蔽日的黑金手指，朝着你狠狠碾了过去。这一指融合了千万妖魔的妖气，裹挟着整个大圣王朝的国运之力，仿佛要将这片天地都压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你终于有了动作。你抬起了头，一双眼睛里没有日月轮转，没有星辰幻灭，只有一片混混沌沌的本源道蕴。然后你同样抬起手，对着那根碾压而来的巨大手指，随意的挥出了一拳。这一拳平平无奇，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没有璀璨夺目的神光，只有一道细微的，仿佛由纯粹雷霆凝聚而成的电光，在你的拳锋上一闪而逝。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变慢了，所有人都清晰的看到那只蕴含着雷霆电光的拳头与那根遮天蔽日的黑金手指轻轻的碰在了一起。下一刹那，咔嚓一声清脆到极致的碎裂声响彻云霄，疯狂地扭动着，上千对捷足拼命滑动，再也顾不上什么妖魔大军，头也不回地朝着远方天际疯狂逃窜。那副样子像极了一条被人踩了尾巴的丧家之犬。你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正上方，你缓缓抬起手，掌心之中那柄斩妖诛邪剑正发出阵阵兴奋的嗡鸣。那数百丈长的丑陋蜈蚣本体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爆发出惊人的速度，身体在空中扭曲成一道黑色的残影，眨眼间便已在百里之外。他甚至不惜燃烧自己的妖丹本源，只为能逃离那个仅仅一拳就打碎了他所有骄傲与底牌的恐怖存在。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悬浮于高天之上的你，神情没有半分波动，你只是将手中那柄不住嗡鸣的斩妖诛邪剑对着蜈蚣精逃窜的方向轻轻掷了出去。没有惊天动地的呼啸，也没有撕裂长空的锋芒，那柄剑在脱手的瞬间便消失在了原地，仿佛它从未存在过。下一瞬，正在疯狂逃窜的国师本体，那扭曲到极致的蜈蚣头上突然浮现出一抹极致的恐惧与绝望。他感受到了一股无法抗拒、无法躲避、蕴含着天地间最本源审判法则的伟力，已经锁死了他的妖魂、他的真身、他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痕迹。不，他发出了此生最后一声不甘的嘶吼。噗嗤，一道贯穿天地的金色光柱重重的轰击在他的妖魂之上，没有惨叫，没有挣扎，在这堂皇浩荡的神罚之下，蜈蚣精那庞大的身躯，连同他那怨毒的妖魂，从头到尾一寸寸的开始分解、消融，最后化作最微不足道的飞灰。他存在的最后一个念头，连同他对这个世界的恶毒诅咒，都被这道神雷净化得干干净净。随着国师的彻底陨落，笼罩在整个大圣王朝上空，那层由妖佛之力编织而成的、持续了数百年的黑金色邪恶帷幕，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撕开，久违的温暖的阳光第一次毫无阻碍地洒向了这片饱经苦难的大地。神都，那些在大街上如同行尸
尸走肉般念诵佛号的百姓，身体猛地一颤，浑浊的双眼渐渐恢复了一丝清明。他们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看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街道，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这是在哪里？我不是应该已经死在几十年前的妖乱里了吗？天亮了，整座城市数百万被妖力操控的傀儡在同一时间苏醒过来。他们抬起头，看到了那轮温暖的太阳，感受到了那股从东方传递而来的浩瀚而仁慈的神圣气息。扑通，一个老者泪流满面地跪了下去，朝着东方的天空重重地磕了一个头。神明显灵了，是神明救了我们，叩谢神明大恩。一个人跪下，就有千百万人跪下。不只是神都王朝的每一个州府、每一个县城、每一个村庄，所有被妖佛气运压迫的生灵，都在这一刻感受到了那种发自灵魂的轻松与解脱。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朝着东方那个神迹发生的方向跪倒在地，献上了自己最真诚、最狂热的信仰。丁，您诛杀最终妖首，拯救亿万苍生，您的神威广播宇内。丁，您的神迹覆盖整个王朝，信仰之力发生井喷式爆发。丁，海量信仰正在汇聚，您的香火值正在飞速攀升。仙府之中，你面前的面板上那串代表着香火值的数字已经彻底疯狂，1000万、5000万、1亿，数字的跳动最终停留在一个无法估量的天文数字之上，然后化作了2个鎏金大字圆满。当圆满2字浮现的刹那，你感觉自己的神魂被一股无法形容的伟力猛地向上托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宏大境界。在你的神魂深处，那枚已经与你融为一体的无上神格碎片绽放出了亿万道光芒。与此同时，散落在未知虚空中的另外8枚碎片仿佛受到了最本源的召唤，瞬间跨越了无穷的时空汇聚而来。轰隆，9枚碎片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了一起，一枚通体由混元道运构成，表面铭刻着宇宙生灭、万法起源的完整至高神格，在你的神魂之中缓缓成型。这一刻，你感觉自己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你。世间的一切法则，阴阳、五行、时空、因果，都如同掌心的纹路般清晰可见，可以被你任意的修改与创造。真正的成为了神，伴随着神格的完整，你所在的仙府出现，也开始了最终的演变。原本的虚弥空间，向着无尽的维度疯狂扩张，一座座由信仰之光凝聚而成的神圣宫殿拔地而起，仙气化作的长河贯穿其间，瑞兽麒麟在云海中奔腾，神鸟凤凰在梧桐上啼鸣。这里不再是仙府，而是凌驾于凡尘俗世之上，统御3界6道的至高天庭。你端坐于天庭中央，那张由万民信仰铸就的万古神座之上，你的视线穿透了天庭的壁垒，俯瞰着下方那片刚刚重获新生的人间大地。国师虽死，但他在这片土地上肆虐了数百年，留下了无数妖魔残孽，依旧在一些偏僻的角落苟延残喘，为祸一方。你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你只是淡淡的降下了自己成为真神后的第一道法旨，谕令凡尘之内妖邪尽除。声音不大，却化作了至高无上的天道法则，瞬间传遍了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下一刻，从新生的天庭之中降下了亿万道柔和的金色神光，这神光对凡人、对草木、对一切生灵都毫无伤害，甚至还带着滋养万物的勃勃生机。但对于那些妖魔残孽而言，这却是比世间最歹毒的剧毒还要恐怖的毁灭之光。无论是躲在深山老林里的大妖，还是藏在阴暗地穴中的魔头，在接触到这金色神光的瞬间，便如同阳光下的冰雪，连一声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彻底消融，进化成了最纯粹的天地灵气。短短数个呼吸之间，为祸人间千百年的妖幻被彻底根除。做完这一切，你的视线又投向了更深邃的幽冥之地。由于末法时代的到来，天道崩碎，地府早已崩塌，轮回秩序彻底断绝，无数的魂魄在死后无法转世，只能在人间游荡，最终化作没有神智的孤魂野鬼，或是被妖魔吞噬。这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世界。你缓缓抬起手，对着那片死寂的幽冥之地轻轻一划，轮回当立。随着你话音落下，一道横跨阴阳2界的宏伟门户在幽冥深处轰然洞开，一条由神力铺就的黄泉之路从门户中延伸而出，连接了人间与幽冥。紧接着，审判善恶的业镜，决定来世的6道轮盘，磨灭罪孽的忘川河，所有维持轮回秩序的神圣之物，都在你的意志下被一一重塑，开始运转。那些滞留在人间的无尽魂魄，仿佛听到了来自灵魂深处的召唤，纷纷化作一道道流光，踏上了黄泉路，进入了全新的地府，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残缺的世界终于变得完整。从这一天起，天地间有了秩序，生灵在人间繁衍生息，死后魂归地府接受审判，再入轮回。神明在天庭之上俯瞰3界，庇护苍生，维系着这永恒的秩序。你静静地端坐在那万古不变的神座之上，你的身影与整个天地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你便是这方世界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唯一的真神。